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帶你來看一隻牛。我現在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一會兒我要去蹭飯了。哦，還是先喝杯咖啡吧，再吃個飯。我的成交金額是4025億。這個大看板是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投資者教育基地，這個就特別有意思了。從1990年開始，記錄了每一年的重大事件。我們先來轉個圈。好了，現在我們就回來了。我突然想問大家一個最本質甚至是有點傻的問題：人類為什麼需要金融交易？為什麼一定要建立一個證券交易所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把地球儀轉到歐洲，找到那個叫做阿姆斯特丹的地方。世界上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誕生在這裡。當時荷蘭的船隊出海10艘，能平安回來一半就得感謝上帝了。面對這種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生意，誰來出錢？叫國王出錢嗎？叫富豪出錢嗎？都不行。這種高風險高投入的買賣，國王和富豪的肩膀是扛不住的。那怎麼辦呢？想發財又怕死，人類的智慧就這樣誕生了集資。我不一個人投，我拉上100個人、1000個人一起投，這背後的邏輯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傳承了，對於荷蘭公務員來說，也就是虧幾個月的收入；對於麵包師來說，也就是少喝幾頓酒嘛。雖然很心疼，但是也不至於去跳樓。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也就是理解證券最重要的底層認知。股份制誕生的初衷從來不是為了分錢，而是為了分擔風險。早期的團隊先集資，回來之後就賣掉香料和船，連本帶利去分錢，大家就散夥了。但是這樣的規模是做不大的。在荷蘭議會的推動之下，6家小公司合併了，成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緊接着，這家公司就做了一個改變世界的決定：股金不再退還。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IPO， 首次公開募股。以前是船回來就分錢散夥，現在是資本永久的留在公司裡，去造更多的船，買更多的香料。股東只能分紅，不能退股。那麼問題來了，有的股東急需用錢，比如說是嫁女兒、生重病、蓋房子，但是沒有辦法找公司退錢啊，流動性就出現了危機，投資者的錢被徹底的套牢了。於是股東們就開始私下找人接盤了。喂，我手裡有東印度的票據，原價是100噸，我現在急需用錢，90噸賣給你，以後分紅也給你。這種私下交易就越來越頻繁了，最後就不得不規範化，終於是二級市場誕生了，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成立。講到這裡，你應該是要明白了，關於交易所的終極真相，從來不是為了讓你輕鬆的賺快錢，它就是為了讓你在承擔風險的同時，也給你一個獲取驚人收益的機會。上交所投教基地是這麼寫的：沒有只漲不跌的市場，也沒有包賺不賠的投資。一級市場風險和二級市場的風險了解一下。看懂了400年前的阿姆斯特丹，你就可以看懂今天的華爾街，也看懂今天的陸家嘴。無論是什麼國家、什麼制度之下，金融在本質上它是一樣的。既然看懂了本質，那我們就來看看現在。在這個時代，什麼是當年的香料？什麼是我們要去征服的星辰大海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科技、芯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等。這些硬科技就是21世紀的遠洋航海。他們和當年的東印度公司是面臨着一模一樣的困境：極高的風險、極長的週期、極度的燒腦。從實驗室的瓶瓶罐罐到最終的上市，中間是隔着死亡之路。這個時候，銀行通常是不敢借錢的，因為沒有抵押嘛。散戶通常是看不懂的，因為太專業了。那創業者問七大姑八大姨借錢行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但是那個就是開奶茶店、擺煎餅攤的邏輯。假設王富貴是科技公司的創業者，回家跟二舅說：“二舅，借我2萬塊錢進點貨。”二舅可能就咬咬牙借給他了。但是如果跟二舅說：“借我2個億，我要去搞光刻機，還要燒10年。”二舅不僅不會借錢，還會立刻打電話給他妹妹。這富貴是不是腦子燒壞了呀？
面對這種動輒幾億甚至是幾十億的大資金黑洞，輕輕的小船說翻就翻。所以你看，銀行需要抵押，散戶有心無力，親戚避之不及。那麼誰來跳這個坑呢？面對驚人的利潤，總有冒險者，那就是一級市場那些人 ，VC 風險投資和 PE 私募股權。他們就像是當年集資造船的荷蘭商船，拿着幾億、幾十億的真金白銀去賭一個可能實現，也可能不實現的未來。那麼 VC 和 PE 為什麼要那麼拼呢？他們是慈善家嗎？當然不是了，他們和當年的阿姆斯特丹市民是一樣的，眼裡冒着貪婪的光。他們敢於下注，只有一個原因，因為他們相信有人會高價買走他們手裡的籌碼。這個有人就是二級市場，就是此時此刻我身處的上海證券交易所。這就是我想說的核心邏輯。一級市場之所以敢赴湯蹈火，是因為二級市場給了他們一個領獎台。如果二級市场是一潭死水， IPO 發不出去，或者是估值給的極低，甚至是低流動性，那麼一級市场的投資人就退不出來了，錢退不出来，他們就沒有辦法向背後的金主交差了，也就沒有錢，也沒有膽量去投下一個芯片夢了。聽到這裡，肯定有人要憤怒地拍桌子了，合着我們二級市场就是來當接盤俠的嗎？他們 VC 和 PE 低價買入，上市高價賣給我們，我們圖什麼呀？不要激動，我們來看看二級市場賺的到底是什麼錢。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吃魚理論，一級市场的 VC 和 PE 吃的是魚頭，魚頭這個部分就是骨頭多，風險極大，肉少，但是它們味道是很鮮美的，一旦成功倍數極高。他們賭的是從無到有，在那個階段企業隨時會死，技術是隨時會失效的，他們冒着本金歸零的風險賺取的是風險溢價。當然他們也會搞對賭協議嘛。而當企業成功 IPO 上市之後，雖然是估值貴了，但是因為通過了殘酷的篩選，大概率是死不掉了。這個時候二級市場吃的是魚身，這是整條魚最後刺最少的部分。我們賭的就是從大到強。你看當年的腾讯、亞馬遜、英偉達 VC 和 PE 在他們上市退出之後，確實是賺了幾百倍啊。但是如果他們上市的那一天開始，我們來接盤了，並且是拿到今天，那麼我們賺的錢可能比 VC 他們還要更多。因為二級市場的這20年裡，他們從一家剛剛盈利的小公司長成了富可敵國的巨無霸。這才是二級市場的核心邏輯。一級市場把孩子生下來養到上市，二級市场再把孩子接過來供他上大学，看他飛黃騰達。說到這裡，我多麼想找一個能夠飛黃騰達的好孩子啊，還是要多多練習自己找孩子的眼光了。好了，底層講完了，來看看現實。在這個大國博弈的時代，想要科技強，就必須要金融強。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句口號，但是這真的是一句大實話。為什麼呢？因為硬科技是一個極度燒錢的活。科技創新光靠科學家的腦子買 ETF， 然後呢你又開通了那麼問題來了，金融怎麼變得強大呢？一套好的機制啊，全面註冊制來了。我拿了這本《全面註冊制投資修煉手冊》，這名字聽起來好像是有點像武林秘籍啊。那什麼是註冊制呢？它跟核准制有什麼區別呢？簡單來說，過去我們實行的核准制其實就像是一個嚴苛的丈母娘選女婿，監管機構就是那個丈母娘，企業想要上市，丈母娘就得把關啊。你有房有車嗎？意思就是你有資產嗎？你工作穩定嗎？意思就是商業模式穩不穩？你過去3年賺了多少錢啊？意思就是利潤有多少呀？只有把這些硬指標都給滿足了，才能證明你是一個成熟穩重會賺錢的好女婿，丈母娘就給你發一個通行證讓你上市。這套邏輯有錯嗎？怎麼說呢？放在傳統行業，比如說是鋼鐵、煤炭、銀行這些關係國計民生的巨頭，那必須得穩的呀，不能出亂子的。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一種父愛主義。監管層就像是一個操碎了心的老父親，生怕自己家的孩子，也就是散戶，在外面被人騙了，所以他要在門口設立一道嚴苛的安檢。
我都幫你把關好了，進來的都是身體健康的，即使不會暴富也是不會暴斃的公司啊。但是這種沉甸甸的父愛對於科技創新來說可能是一種窒息。你想想看，如果用這套標準去卡當年的亞馬遜、特斯拉，甚至是現在的英偉達，他們都將通通被拒之門外。這也就回答了一個讓無數中國股民心痛了20年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最優秀的科技公司阿里、騰訊、京東、拼多多、美團當年幾乎是全跑到了美股和港股呢？是他們不想讓家鄉父老賺錢嗎？當然不是了，根本原因就是那道父愛主義的門檻。當年这些巨頭在起步的時候，哪一個不是虧損大戶呢？燒錢燒的是昏天黑地的，按照當時的 A 股的核准制的標準，他們是根本達不到要求。而大洋彼岸的納斯達克卻說虧損沒關係的，來吧。於是一個極其荒誕的現象誕生了，他們就離家出走去納斯達克敲鐘，而我們每天都在用微信、刷淘寶、點外賣，為這些公司貢獻着千億級別的流量和數據，但是這一波科技財富的紅利卻跟我們大陸的普通投資者半毛錢關係都沒有。我們貢獻了利潤，卻沒有分到紅利，這就是一種巨大的錯配。所以為什麼要搞註冊制？為什麼要搞科創板？說白了就是要把秩序給拉回來。所以啊，現在的註冊制有這麼一條：已經在境外上市的紅籌企業是允許回到 A 股再次上市的。什麼意思呢？就是歡迎拼多多們來大 A 發光發熱，紅地毯已經鋪好了。註冊制意味着監管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以前是嚴苛的丈母娘選女婿，非要有房有車，就是有利潤有資產才讓進門啊。現在監管機構不當丈母娘了，改當裁判了。他不再關心你現在賺不賺錢，也不關心你未來能不能成才，那是市場該操心的事兒。裁判只關心一件事：你有沒有撒謊。這就是註冊制的靈魂，以信息披露為核心。這是我重點要講一下的。什麼叫做信息披露為核心？這就是企業必須把自己像剝洋蔥一樣剝開來給所有人看。你虧損沒有關係，但是你必須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你為什麼虧，虧在哪裡，這種虧損還要持續幾年，風險到底有多大？哪怕你是一家只有幾張 PPT 的公司，只要你敢在招股書裡寫我這個技術還在實驗室階段，成功率只有1%，但是我一旦成功就是可以改變世界。只要你如實的披露，只要不造假，只要有不怕死的資金願意買單，你就能上市。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比喻，具體還是要看這5大標準的。但是重點來了，既然門檻低了，是不是能去混水摸魚了呢？假設有一家叫做獅子奶茶的公司，它靠着新的標準上市了，第1年報表是虧損的，大家說沒事兒沒事兒，你再搞研發鋪市場，這個是戰略性虧損，我們是要有耐心的。第2年你繼續虧損，大家說理解理解，這個是為了搶佔市場，當年的星巴克也是這麼虧過來的。到了第5年還在虧，這個時候我們還能說它真的是一家好公司嗎？這就觸及了註冊制的靈魂拷問：你能拿着入市的標準和夢想一直賴在市場上吸血嗎？答案是絕對不行。我們要分清楚2種虧損，一種叫護城河式的虧損，它的每一分虧損都變成了技術壁壘、品牌壁壘、高聳的護城河，提升了競爭力。這種虧損是把現在的利潤進入到了未來的銀行。另外一種，如果獅子奶茶這5年既沒有搞出黑科技，也沒有搶下市場份額，只是單純的經營不善，那就是叫做無能的虧損。大家發現獅子奶茶常年虧損很不好啊，就會集體的用腳投票，沒有人買股票啊，導致流動性惡化，股價連續跌破面值，將直接觸發交易類強制退市。這一刻是非常冷酷的，不是監管機構要趕他走，而是市場徹底拋棄了他。還有其他3種情況也是會觸發被動的退市。只有當獅子奶茶們因為平庸而被批量的淘汰了，那麼資金才會從這些垃圾堆裡流出來，流向真正中國版的英偉達和中國版的特斯拉。只有進口沒有出口的下水道，那個不叫市場，那個叫做化糞池。
所以當你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退市的時候，那就說明我們的股市終於開始新陳代謝了。註冊制是政府放權給市場，讓資本自由地去尋找那些雖然現在看起來很醜，但是未來可能是成長為獨角獸的科技幼苗。但是這也意味着出現一個更大的問題，散戶的風險意識。這就是硬幣的另外一面，自由的代價。以前在父愛主義的保護之下，散戶們的潛意識裡總是有一種錯覺，這個公司是審過的，肯定沒有大的問題，就算是出了問題，也是有人兜底的，因為它畢竟是上市公司嘛。大家習慣了閉眼買，習慣了聽消息，但是註冊制來了，父愛沒有了，監管層把那個門打開了，把圍欄拆掉了，這就意味着以後進來的不僅是有獨角獸，一定會混進來一些垃圾。這個時候，如果還只是靠新聞選股，那等待的可能不是關燈吃麵，而是麵湯都沒有了。以後好公司會飛上天的，享受高的估值，爛公司也會跌入地獄，退市也將成為常態。以前我們覺得退市是天大的事兒，以後退市就是很平常的事兒。這對於我們普通散戶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你得學會看財報，學會看技術，學會判斷這個故事到底是不是忽悠呢？註冊制我稱之為大 A 的成人禮。相比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那些延續了300-400年的成熟市場，我們從這個1990年才開始摸着石頭過河的市場，還是太年輕，甚至有的時候顯得有點稚嫩。35歲對一個人來說是中年，但是對一個資本市場來說還在青春期，他就會有青春期的衝動，有青春期的迷茫，也會犯青春期的錯誤。總之，當不再依賴父愛，真正成熟起來的金融市場，才配得上這個國家正在興起的硬科技浪潮。好了，我說完了，再見。